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夫妻生活不如意，时间短，质量差，每次1到2分钟的时间就草草了事，那么今天这个视频能够帮助你的时长有一个质的飞跃。只要你能够坚持练习，你就能自由的控制自己时长的长短啊。为什么说这个动作这一套动作这么神奇呢？其实我给大家把原理说清楚，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很多人在进行运动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前端特别的敏感就是不断是进去的时候还是出来的时候，他总是感觉特别的敏感，就是因为太过于敏感了，所以才导致时间过短。那么怎么降低它的一个敏感度呢？这里是一个核心的关键。咱们首先要了解一点就是我们前端产生的这种敏感的信号，是通过我们的中枢神经直接给到我们的大脑的。那么中枢神经这个通道它是有限的，它并不是说无限的。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所接受的信号它是有限的。我们利用这一点，就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建立起这种运动的节奏。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我单纯的掐一下我的手臂，我会感觉我的这个手臂非常的疼。那么如果我同时在我的左边手臂掐一下，右边手臂同时也掐一下，两边同时掐，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做，你会发现左边的手臂没有这么疼了。为什么呢？因为两边同时产生的疼痛信号会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中枢神经当中，那么此时呢，我们的神经信号就会发生挤兑，那么产生出来的这种疼痛感呢，就互相抵消了那么在我们的运动当中，夫妻生活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加入更多的肌肉，增加到一个运动当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前端的这个信号的一个敏感度。如果说你想增强，你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前端，那么它就可以增强。如果你想让它的信号敏感度减少，那么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身上的肌肉注意它的发力，就能够减少前端的敏感度。这个原理，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应该明白。那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应该使用哪些肌肉参与到其中呢？首先，一个好的姿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姿势它可以说既可以让我们省力，又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参与。所以呢，这个姿势非常重要。一会儿我们在实践当中来讲。我们首先要注意参与的肌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下腹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臀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大腿这3个部位参与，它带动着我们的骨盆不断的去做后倾。那么在做后倾的时候呢，又能给予我们向前的一个冲刺的力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肌肉参与进来，就会减少我们前端的这个敏感的信号。所以大家只要把姿势做对了，自然而然你的时间的跨度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大家在实战当中可以自行去体验。那么第二个我要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呼吸这个环节有很多人都忽视了，很多人都是什么呢？是动作配合呼吸，就是他在做动作，然后呢他的呼吸是配合他的动作的根本没有去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我们应该是什么呢？用呼吸去调节我们动作的频率。大家看，我们这种夫妻生活，它也是一种运动，它本质就是运动。那么我们在竞技运动也好，在这个长跑短跑，包括我们做拳击，它都是需要我们呼吸去调节的。所以呼吸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个动作，这一套动作呢，我希望大家跟着一起去练，里面会把所有的要素都加在一起。那么大家跟着练了以后呢，就能够实现你的一个时间长短的一个自由性。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一套动作教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完学会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和转发身边有需要帮忙的朋友。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动作。首先咱们要练的第一个动作叫做顶胯，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是由3块肌肉完成的首先是我们的下腹，
臀部以及我们的腿部要有一个内夹绷紧啊，内夹绷紧。你看啊，你看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1、2、3、4、5啊。整个过程当中啊，你要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3块肌肉在同时的发力。大家可以自己站起来来感受一下你的骨盆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其实都是靠着你的肌肉去完成的，而不是像我们传统的这种夫妻运动的时候那种靠蛮力啊，它是有一种技巧。那么这种技巧呢，是既省力又能够很好的降低了我们前端的一个敏感程度。所以呢，这个动作啊，我们一定要经常去练啊，就是去练顶胯啊。把这个动作给练好，你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和腿部的肌肉啊完美的结合起来。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去配合呼吸。这个运动当中的呼吸是怎么配合呢？我们讲啊，你在往前送的时候啊，要去吐气啊，大家看啊，要去吐气。那么这个吐气，有人说我的频次啊特别的快，你这个呼吸啊，我根本就完全做不了，怎么办呢？非常简单啊，大家看啊，如果说是打拳的时候，它的出拳速度是，对吧？那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原理也是一样。你运动的时候，你吸一口气的时候，你看吐气，如果你快速的话，啊，它的速度会根据你的这个呼吸啊去变化。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当你去吐气的时候，你就要去往前去顶，把它养成一种啊潜意识。包括你日后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也要去有着这种吐气啊发力的这种概念啊。这种方式啊是在我们的广泛的运动当中啊都适用的。你只要能找到这种吐气运动的概念，那么你会马上在整个实战的过程当中，你的时间跨度啊就能得到很好的延长。而且呢，你要去学会用呼吸去调节动作，比如说我的呼吸急促了，啊，你的动作要跟得上；你的呼吸变慢了，啊，动作也要能跟得上。自己用呼吸去支配你的动作，而不是用动作去支配你的呼吸。把这个概念啊，你理解了，那么你这个动作其实完成的程度啊，已经基本上就完成了。今天这个动作的理论包括实战，咱们讲的内容啊有点多，也是希望每个人啊是既能明白其中的原理，又能在实战当中啊完全的发挥出来。因为你只有明白了原理，你才能在这个原理之上啊做更多的创新。以前这个课程呢，咱们都是在私密的课程当中啊去讲解，今天呢，我也是把它第一次啊分享在大众的一个视野当中，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动作啊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曾经啊我发过一个内容啊，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回春回阳的很多朋友啊就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个视频啊发出来，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如果呢你感觉今天的这个视频有用，请不要吝啬手中的赞，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点上一个赞，把这个视频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是你对我最好的支持。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今天来讲一个关于男性功能这方面的话题。如果说你感觉年龄过了30岁以后，肾气衰退非常明显，这个自己的充血能力啊没有那么强，而且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晨起的这个反应啊也逐渐的消失了，或者这个充血的程度啊没有那么强，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一定能够帮助到你。我之前啊给大家分享过一些非常好的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呢这些内容啊得到的反馈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呢我把这个帮助了很多人的方法就分享给你啊，已经里面是纯纯的干货。大家如果感觉好的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想要去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好了，咱们今天啊就从2个方面来着手，大家只要记住这2个方面，你坚持做上1个月，你会发现自己的肾气提高了，自己的能力方面的问题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善，甚至已经能够完美的恢复到自己巅峰的状态。这2个方法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先讲第一个方
方法啊。第一个方法是一个自然的食疗方啊，这个自然的食疗方是什么？我们家里面啊都可以有啊，准备什么呢？一块老姜啊，这个姜啊要越老越好啊，就是说你把这个皮一切开，放在鼻子上面闻一闻，这个味道是越刺鼻越好。最好呢是闻着这个味道，眼睛里面啊这个泪腺都能分泌出一些眼泪。这种上头越冲的这个姜啊，它的效果是越好。咱们把这个老姜啊切成丝，切成丝以后呢，抓一小把枸杞啊，然后呢放在一个碗里面，再倒入一定的蜂蜜，把它啊没过去啊，就是你之前的食材啊把它没过，然后拿一个密封的容器啊把它封装起来啊，就这样去放置一个7天啊，最好是放在我们的冰箱冷藏里面。放置完7天以后呢，每天早上晨起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拿一个勺子啊，拿一个杯子，把这个泡好的这个蜂蜜、老姜还有枸杞啊，就把它盛在这个杯子里面。每天早上2勺啊，然后呢用开水冲泡，每天就这么喝上一杯。你坚持连续去喝30天。就能够帮助你恢复你的肾气，同时增加你的供血能力。你只要去坚持喝，你会发现最明显的就是说，每天早上起床的这个反应啊是无比的强烈，你能感受到自己啊回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的感觉。因为这个方法它不仅仅可以提高我们的肾气壮阳，还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雄性激素的分泌，增加我们的睾酮素分泌。好了，这个方法是第一个方法啊，非常的好，大家记得收藏下来。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二个方法也是自然的疗法，就是咱们给大家分享的4象回春功。这个功法是什么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所谓4象回春功，就是打开4个非常重要的通道。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腿分开，大家看我手指的2个位置呢，你去摸一摸，有2根非常粗大的筋啊，就这里啊2个点非常重要，大腿的根部。然后呢，就是我手再往上移啊，就是我们的腹股沟啊这条线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4个点啊，我大拇指指的和我中指指的这4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共同的中间是哪里呢？就是你要修复的地方。所以你想要你的中间能够立得久，那么就一定要把这4个点给它打通了，所以叫做4象回春功。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容易。首先就是我们腿部啊，双脚啊并拢，然后呢，我们找个能靠着椅背靠起来，把腿啊，你看双脚并拢，然后呢分开，把腿完全分开，抱住出来，把这2个点抱住出来。同时呢，我们的腹股沟放在这里。那么手上的姿势也是有讲究的啊，我们握拳，用手背，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去敲击我们的腹股沟。你看1。然后呢，再到下面的时候，用我们的这个手掌这一面啊，去敲击我们的大腿根部。2，你看1、2，注意看慢动作啊，你看手背敲击，手掌敲击，手背敲击，手掌敲击啊。记住，你敲击的点啊，一定是在我们大腿根部这里啊，就这样啊，你看1、2，快速的做，就这样。我们做的时候呢，身体要怎么样？身体要微微的向后靠，这样的话才能把点啊完全的暴露出来。腿同时呢，你要这样。啊，往外打开啊，把点全部暴露出来，就这样100下到200下啊。做完以后啊，你会有一种充血的感觉啊，非常的舒服。我们的力度不要大，就轻轻的这样去敲，这个动作非常的好，非常的简单。同时呢，对于很多朋友啊，就夜里面容易起来上厕所的人啊，你做这个动作也会带来很好的改善啊。这是我们男同志啊独有的一个动作啊，只是对我们的男同志非常的好，包括提升我们的肾气啊，就这样。啊，100下到200下就可以了，每天记得做一遍，也是一样，坚持30天的时间。这是一套最好的、最行之有效的一套动作。这个好和有效都不是我说的，只要你能够按照视频当中说的，坚持30天，每天早上喝一杯生姜水，再把我们的4象回春功去做上一遍。只要你能坚持，你能发现你自己的状态，包括早上起来的状态，都会有一个质一般的飞跃。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最后再说一遍，如果你没有关注我的，一定要关注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肩颈不好，经常感觉啊自己的脖子发凉，头啊发胀。
而且呢，两个肩膀啊就感觉挑着一个担子一样的，又厚又沉重。同时这个肩膀啊还不能吃力，就是做一点事啊就感觉特别的疲劳。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一个视频啊就能帮你把这些问题啊全部解决。我今天会教大家2个动作，这2个动作在我们的传统当中啊非常有名啊，就是叫一把抓，一把抓开我们堵着的点，把我们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给它完全释放出来，让新鲜的气血啊重新流入到我们堵着受伤的点进行修复，让你的肩颈重新释放出活力。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我们现在来看动作。首先咱们这个一把抓啊分为2个点，一个是抓痛点，一个是抓远端。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抓远端啊。那肩颈的远端反射区在哪里呢？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区域啊，我们的肘横纹上方啊。大家看啊，我用手就这样钳住啊，钳住这里，也就是说我们肱二头肌的位置啊。你看，大拇指顶在这儿，手钳住，要像钳子一样把它钳住。钳紧了以后呢，你看我只要用劲的往外一拉啊，一拽，只要把这块肌肉啊给它拽松啊，那么我的肩膀马上就会变得特别轻松。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可以跟着我自己去做啊。手上如果有力的朋友们可以做，来1、2走，1，你看，2，我们做3下啊，3啊，就做完3下以后，你们去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你的肩膀马上就松下来了。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去做个10下就可以了。做的时候一定要讲究什么叫快准狠，你抓的时候一定要狠，抽的时候一定要快。那准头呢，你不能抓这儿，哎，不能抓上面啊，一定要抓准了啊，快准狠。1、2走，1、2、3啊，就这样去抓啊。快速的抽离出来，那么你的肩膀啊马上就能疏通开来。那么这个动作啊，对于很多一些啊年龄稍微大一些、手上没劲的人啊，他就会感觉不是很友好啊，自己抓不动。那么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轻轻的啊抓住，然后摇啊，就这样。摇完以后呢，再抓啊，手上没劲你就抓慢一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有老伴可以帮你忙的，你就让他们帮你去抓。自己啊，如果说没有人帮忙，你就像我这样抓住摇啊，摇个3、5下。再抓啊，这样的话呢也能解决啊。所以呢，这个方法我是把不同年龄段的人怎么去做都详细的讲出来了啊。大家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给我点一个赞，同时如果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说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现在来讲第2个阶段啊。当你这个动作啊掌握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肩颈上面的一个点啊，这个点啊就是我们的痛点。很多人肩颈不好，这个点一定要把它去解决掉。是哪里呢？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的耳朵后方，大家看啊，我的耳朵后方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贴着我们的耳垂啊，然后呢往后你去摸，有一个小小的骨头，这个骨头叫什么呢？叫做乳突啊。我们的大拇指定位在乳突上。另外一个手呢，啊，这个中指，你看定位在哪？也是定位在乳突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大拇指和中指都是定位在乳突上。然后呢，这个手啊去交叠啊，这个手放在大拇指和中指都定位在乳突，这个手去交叠啊，就是顺着我们的大拇指和中指往下一个指位，就这样把我们的脖子啊给它擒住啊。大家看啊，从后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看，把我们的脖子这样擒住啊，擒住了这里以后呢，我们用劲的捏紧，捏住了啊，别松啊，然后再这样呢，保持3到5秒钟，低头，手始终捏紧，低头，头往下低，保持3到5秒钟，好，松就可以了。从正面啊，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对点啊。这个耳朵后方有个地方叫乳突啊，然后呢，大拇指定位在乳突这个位点啊，然后呢，我们的中指也是定位在另一侧乳突的这个点，然后另一个手呢顺势往下一个手指啊点住了，点住的时候往内啊，你要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有一种啊酸酸胀胀的感觉啊，把它捏紧的，一定要捏紧，捏紧这个点以后呢，我们开始脖子往下低，手依然是保持发力，脖子往下低。好，低到最下方的时候来保持3秒钟，好，用劲一捏一松，好就可以了。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做上2到3下就可以了。
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头上面变得特别的轻松，有些朋友一抓一下，马上汗就出来了啊，这是非常好的2个动作。做完了以后，你再活动一下你的肩颈，你会发现一下子就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啊。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2个动作，无论你是自己学会，还是分享给自己的父母，分享给自己的子女，都是非常棒的啊，能帮助很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